什么是左手的游戏理解？那怎么着？来变了，人家说2级最少2级。好登峰不比涅槃差，这句话如果放在1星期前，大伙肯定觉得你在说傻子。但第2赛段的骑士之路走完，我们会发现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自骑士之路出现以来，也就25年的第3赛段 ，NIP 和 EDG 涅槃成功过1次，可今年的第2赛段，一次性涅槃组就走出了3个队。TT、EDG 还有老干爹全部完成以下课上，即便是没有击败 WE 的 LNG， 他们最起码也和 WE 打满了 BO5。反倒是在登峰组还可以的 IG 被 TT 直接3比0横扫出局。而 LCK 那边常规赛格局也即将尘埃落定，和老队友 Mako 一样 ，Scott 所在的 NS 也跌落后5名无缘传奇组，许哥则是赶上了 LCK 分组的末班车 ，DK 是以第5名杀入了传奇组，而 EWC 选拔赛 DK 虽然连卖2张门票，但考虑到目前 LCK 的格局，他们去石油杯的机会还是不小的。那本期的赛事周报，我们就赶紧来聊聊骑士之路发生了什么。在开始聊具体的骑士之路前，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个观念，这样方便我们后面去看为什么这次涅槃能够集体逆袭。其实大伙都知道嘛，战队之间强弱在下线方面差距最大的并不是什么操作对抗，而是运营。像以运营基本功差出名的欧美队伍，他们打运营强的韩国队，他就得靠玩花活，让对手陷入不熟悉的对局里，才能打乱对手的运营节奏。所以运营也是有熟练度差距之分的，他需要练习。而运营局势的能力，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你怎么赢游戏的方式和不让对手赢游戏的方式。这个东西从上帝视角看变量很多，毕竟阵容组合非常丰富，尤其还是现在的全局 BP。但对于各位观众来说，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游戏的核心是推塔，而要达成目标的手段它是有限的，拢共也就分3种手段：压制、资源团、分带。这也代表了3种不同赢游戏的方法。当然，这个东西在不同博主和主播的语境下可能略不同，但总体来讲，阵容它都可以划分进这3条线里。最完美的阵容当然是你3种手段都能用，但因为比赛你考虑对位，对面在菜也是个职业嘛，所以理论上是不可能完全兼顾的，那它就会分有优先级。而此时大伙要如何来划分优先级呢？我们用排除法，比如微博打老干爹的第1把，我们只看微博的阵容，他们几乎就不存在单带赢游戏的画面。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我硬要让鳄鱼去带也不是不行，但它的性价比肯定没有打其他2种手段高，这个非常好理解吧？那么微博这个阵容要赢，它就得靠资源团或者压制了。其实资源团大伙就很好理解，我就额外说一点吧。资源团不一定说是我一定要速龙或者控峡谷，而是资源团是我的核心运营手段，我需要通过资源去拿优势，去创造变数。资源团靠资源打团那也是一种办法，而其他2个也同理。比如 1XO17的攻势双射手月下，就是我通过快速的压制来起节奏，包括现在京东掀起的野区进攻，核心都是压制。压制的赢法是3个里面最难达成的，因为压制的本质是要提自己速的同时降对面的速，需要极强的个人能力。但压制呢，又是最普遍的一种赢法。毕竟如果你的阵容真的很烂，你单带也单带不过对面，打团也不厉害，那你就只能选择压制去快速滚雪球，用压制来获得优势甚至胜制。所以一套阵容它的3种赢法占比是基于对手阵容有动态变化的。比如老干爹这局，他们的赢法也可能是单带6、资源团3、压制1的这么一个配比。我要是纳尔和阿卡丽在边带上能有优势，我分推优势就能辐射成全局优势。如果不行，那我硬跟你碰资源团也行，但要靠左边这个阵容去压制微博，那就很难了。这个比例啊，可能我说的不是那么准确，但大伙领会我这个意思就行。在过去的版本没有全局 BP， 其实每个队伍只需要在版本框架内掌握1种赢法也就够了。但现在全局 BP 阵容的变量很大，在这种情况下，3种赢法都需要队伍有所掌握，但不同的赢法肯定会有熟练度上的差距，毕竟选手擅长的部分它不同。所以如何围绕着自家运营的熟练度去扬长避短就很关键了。而这次骑士之路登峰组3队的爆冷，我个人总结就一句话：他们太小瞧涅槃组的挑战者们在熟悉赢法下的执行力了，而他们也太高估自己在某些赢法下的执行力。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来看看骑士之路所有的BO5。先来看最爆的微博和老干爹。第一局老干爹是很标准的单带加资源团，而微博则是纯粹的资源团赢法。微博呢也确实在努力的通过资源团拿东西，前期节节的皇子利用惩戒等级差，还把老干爹的1龙给抢了，并且升6级直接带队打出了一波优势。但微博止步于此，其实利用安妮皇子抓5位移的优势，微博是可以尝试着去月下去创造点伏笔给资源团的。
但微博呢啥也没做，就纯控资源。确实我们从运营的角度，微博阵容就是打资源团嘛。但老干爹这边先是在第2条龙做了交换，下路主动换线去打了一波4包1，杀了一次鳄鱼，降低微博这边的影响力。后续的峡谷团，微博又是自己判断失误 ，Elk 先在中路开了大招洗了波线，然后没有等安妮大招好，就选择开峡谷，在没有完全准备好峡谷团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峡谷被老干爹接手。然后在第3条龙团上，微博还是只想控资源赢游戏时，老干爹则通过疯狂的激活去找减员。第3条龙虽然微博收下了，但鳄鱼掉闪没有大，出来直接吃老干爹的上野套餐，这样上路纳尔的边带就直接无敌了。而本身安妮在边线就没法去推阿卡丽的线，你推就会给机会嘛，所以老干爹通过分推直接掌握住了游戏的主动权，进而导致微博在资源团上没法正常落位，因为你边线永远在亏线被推。所以龙魂团这里微博就只能艰难探草，无限吃连招，最终姐姐像木头一样被围殴致死。老干爹能从之前的没法先落位，到后续的我能边路先推先动先落位，这就是前面的边线伏笔他们一直在用，而微博没有一点办法。之后就是 B 团打团，无限重复这个过程，那这就是边线的公式赢法呀。而老干爹为什么边线赢法能运营的没有毛病？这首先有微博的失误，他们除了控资源外，几乎没有做别的尝试，边线就没给压力。但其次的原因还是老干爹他在分推的赢法运营上就是很擅长的，他们的熟练度足够。Birdo 这个选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可能在大部分路人观众的记忆里，他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S11他的奸计被阿乐开局3分钟直接打掉线的那个刀妹。但 Birdo 在涅槃组就是玩了很多把边带阵容的，他甚至还会玩卡牌上路这种，算是老干爹的 C 位大哥了。他的伤害占比也能来到25%，是所有上单里排第1的。这个标五他打紫卡，我只能说相当的游刃有余。而第2把两边阵容其实赢法就很相仿，都是靠打资源团来赢，那这时就比执行质量和阵容质量了。但问题是微博的阵容质量它被完爆啊！就微博的教练组，我估计是真没研究老干爹。横的巨魔之前在涅槃组就有玩过，但微博教练组觉得问题不大吧？他们的想法可能是我先抢你横的位，逼老干爹去拿兰博，不然我这边兰博位资源团点杀就很强，而你拿兰博，我就可以舒服的给紫卡选他第2赛段很爱用的塞恩。结果反手横的巨魔一拿，游戏画面就没那么舒服了呀，就很难想象老干爹打微博，我们会感觉微博是英雄池更浅的一方，原因还是说微博玩的太公式，而同样靠资源团赢，那就比处理嘛。结果微博上来就烂了。杰杰这里我只能说野区思路被横完爆，横其实位的熟练度很高，他过去几年玩的也非常多，所以他很知道怎么处理位。巨魔前期本就是随便欺负位的，可以看到开局老干爹直接投资3个眼，保证横自己的入侵时不被发现，同时也能侦测杰杰会不会去换野区，而杰杰的防守眼也在老干爹的意料之内，直接一个大绕全部避开了微博的防守眼。只能说老干爹真的是有备而来。这里横应该是盲猜杰杰红开的，他本身没有野区信息嘛，这种其实就是自爆打法，我直接入你蓝，如果你蓝开，我骚扰你是蛤蟆，两边对爆，但如果你是红开，那你就爆了。只能说以下课上你就是得有这种魄力才行。关键就是拿到优势后，老干爹的运营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因为靠资源团的赢法是这个版本最无脑的赢法，就分推的赢法你要主动去创造变数，而压制的赢法很依赖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但打资源团的赢法说实话已经很公式了，遇事不决滔滔难决，谁不会呢？就是个敢不敢的问题。所以前期横这样一反野，开局3分钟杰杰就被打掉线了，而同类型的阵容微博无法接受自己节奏的劣势，就只能硬着头皮找机会。但我说实话，这个硬着头皮也太硬了。这波潮虫小团从结果看是因为娜美到了给了治疗，所以没换掉人头。但我说实话，换掉了又能怎么样呢？局势还是在老干爹手里啊，这就是资源团阵容的困境。大伙都一招，你阵容打不过，找节奏又不行，那不就是被无脑滚雪球吗？同一个时间下路，甚至 Elk 还被少爷单杀了，那怎么办呢？微博直接开局就是一个0-2的落后，而到了第3局，微博也还是没有换赢游戏的思路，他们还是继续走一个控资源的赢法。发现了吗？老干爹和微博打同一个赢法时，老干爹他是有设计有套餐的，而微博钟爱一种赢法的情况下，又没有太多额外的设计。第3把老干爹的阵容虽然也靠资源团，但没有微博那么依赖资源团。他们的掘墓他保留了分推赢法，加里奥打小兔度过对线期后也能在边路洗线，导致第3把呢，微博虽然拿到了2条龙，但野区被疯狂的压榨经济，上野区一直在被横的杰斯反，潮虫和峡谷微博也完全控不到。第3把微博能赢，很大程度还是抓住了杰斯的失误。中路这波横锤上去被抓住了机会，一下子把大几千的经济优势吐了出去。没有这波团，后面老干爹稳稳运营，就是发育慢慢控资源，微博还真是没什么办法。这也是我说为什么运营它有熟练度，这把老干爹要完美发挥，得同时沾点压制，沾点分推，还得有资源团的处理。
这种就本质高手阵容，所以失误是肯定会更多的。但我们从前中期来说，老干爹的运营还真没毛病，包括他们的转线还真是很有味道。第4把的微博总算是做赢了一次 BP， 这场他们上来就拿卡牌，然后补武器，那赢法自然就是带线分推。而老干爹上来抢女警拿盲僧，目标就是奔着压制加控资源去的。这把微博最妙的还是给 Elk 补了爆弹，炸弹人很好的补足了微博阵容需要有人扛女警压制的这个点，所以哪怕游戏里老干爹在人头上一直是领先的，微博他也打的算是摇摇晃晃，但微博的阵容因为领先的够大，所以老干爹连基本的运营都做不到，就做不了事情。老干爹他无法阻止微博展开他们的运营赢法，而微博则很容易就能反制老干爹的赢法，这种就是很优势的 BP 了。说实话，来到决胜局，我以为会是微博毫无悬念的让2追3，毕竟上一把能做出这么优势的 BP， 我觉得微博应该能捏住老干爹的命门。但第5把老干爹他上刺刀了，其实少爷德莱文这个点，我认为微博应该想过，虽然卡莉斯塔前期不好打德莱文，靠德莱文是一个靠压制赢游戏的点，但防守这块其实微博做的一向是还行的，加上德莱文非常好针对，一旦断节奏，基本上游戏就结束的那种。那我们也能看到微博的第3手就给紫卡抢了朗姆，保证他在团战或者边线都能有发挥的空间。可问题就是老干爹第3楼盲亮的 VN 真的太赶了，直接把微博给摇进去了。在微博的视角里，我下路大概率前期抗压，不丢太多刀就行嘛。但VN一出呢，朗姆对线就会不舒服，那微博就会变成2条边路被压，所以此时微博就会想着，要不把朗姆摇去野区吧。虽然新版本朗姆的野区额外伤害被砍了一些，但基础伤害是能得到代偿的，还是能凑合着打野吧。打大树呢也不吃亏，这样我选塞拉斯又能偷大树大，然后再拿石头人去上路扛VN，打老干爹这种差不多的菜刀队阵容，其实挺美滋滋的。这个版本因为兵线改动，长手前期没有那么好压短手，石头人打温也是一个经典 counter 了。但偏偏老干爹顺水推舟，他们反而让汤圆操刀中单VN，给 Birdo 拿了一个亚恒这种战士，这就让微博的预想对位完全落空。他们这个阵容依旧是偏资源团的这么一个运营模式，从打资源团的逻辑上，他们打法非常简单嘛。但问题就是 VN 这个点，团战的杀伤力太大了。本来微博他只要秒掉德莱文，团战卡莉斯塔就是能收完的，现在就变成了微博花太大的精力去处理德莱文，那 VN 或者亚恒就会收割完战场。所以如果只从阵容角度，微博当然也有得玩。这把摇石头人去对位 VN， 其实效果是打出来的。决胜局微博的问题不在 BP， 而是自己太臭了。第5把本质依旧是比资源团的运营。边线分带这块，你得老干爹养肥了VN才有说法，但偏偏赵大和赵二啊轮流搞耍。微博的发力点其实是在第2条小龙，就是全体到6后，他们老老实实和老干爹打资源团就够了，反倒是老干爹需要下路前期打出压制效果，毕竟德莱文嘛。结果 Elk 粗糙了，这里下路换血，其实微博一开始处理是没啥毛病的，但他这个 AE 啊是横着滑，而不是往草里或者说往后滑，这就给了锤石晋升 E 的机会。这波只能说老干爹下路玩的确实好，Elk 也确实给机会，然后下路最后打开了，微博依旧能玩，他们的阵容能压制住 VN， 不要拖到 VN 的大后期，其实团战还是好发挥的。结果 Elk 送完节送，这里节也是臭不可闻啊。塞拉斯这里知道老干爹下路没闪，想杀一定是 Q 起手先减速，然后闪现躲钩子，不然伤害一定不够。结果这里呢 E 技能起手，那就完蛋了呀。然后 AD 呢也没有任何要跟上来一起打的意思，就很稀碎。微博这把打的，老干爹这把除了下路在对线期有比较亮眼的发挥外，其实没有做很多复杂的事情，但微博就是一直在送，就感觉2比2了。登峰的他们反而是更慌的，兹卡上路好不容易抓死了一波，他反手就死回去。微博这个阵容是只有资源团一种赢法的，但因为老干爹下路是德莱文，他们很难去控前期的龙，所以就很考验他们的应变和团战处理。核心就是微博能不能在老干爹的 C 位没闪的轮次里尽可能多拿东西。老干爹中期也已经给了机会，给了空间给微博，但微博就是不够果断。但这些我都觉得能接受吧，最后一局你求稳嘛。但最后一波这么好的阵型优势，微博打成这样，我真的晕了。就这条龙前，汤圆的 VN 已经是一个发育不良的状态，中路 VN 其实没有等级，真的还好。只要切死德莱文，后面卡莉斯塔随便拉扯收割的。而老干爹的选择是散开战，这个选择说实话已经是有点烂了的，因为大树不是肉，很难护得住德莱文。而锤石在阵容的前点也没法扔灯笼，所以微博这里看到侧翼的汤圆后，马上选择开团，我觉得选择本身是绝对正确的。汤圆这里不可能说闪现下来跟啊，他要绕就起码得有3-4秒不在正面战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结果少爷的德莱文居然没死掉，这里结一叠空翼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看得出来。但有一点我觉得很致命，就是朗姆居然被鹰吹雪控到了，没有秒接大，这里他能秒接大，哪怕德莱文给出闪，后续也是必死的，可以说是锤石防得好。但朗姆这个英雄这
这样被控是真的不应该的。顶级的朗姆肯定会想着往龙后边去躲钩，而不是这么直愣愣过去。毕竟队伍摆明了要开团嘛。微博这波核心是要做什么？是微博的整体要往右边冲过去。德莱文这个英雄只要被石头开到，哪怕他交了闪，也一定会掉斧头，就算有也最多单斧。所以哪怕石头人空大了，其他人也要保证能够晋升到德莱文。这里朗姆的大招选择往下中任何一个目标，都能和卡莉斯塔滑到下面这个位置。德莱文面对这种贴脸是不可能有办法的。但我们话说回头，微博这个队伍我们聊了很多次了，他们的团战能力是真的不行。就这么一个大优势的团战站位被打成这种结果，只能说不止一念之差吧，大伙都差挺多的。就在我看来，这个 BO5 老干爹就是打得很好，他们的执行，尤其是打起分推时该怎么处理，优势怎么去终结比赛这块，他们是完全清楚的，就真的有憋着劲儿想证明自己的感觉，而且无效动作很少。你真别说啊，涅槃这些不怎么碰登峰后，反而有了自己的野性，有一种我在我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虽然老干爹他们在压制的赢法上处理的真挺一般的，德莱文这么大的优势，结果都没能兑现拆掉一塔，但在资源团和分带这两种熟悉的赢法上，他们的运营熟练度还真有，所以低级失误也会少。反倒是微博这个队伍在运营打分带的赢法上，是我认为他们熟练度最高的。但微博他们本身的强度又撑不起玩那么多这种体系，他们也好像真的没练这些，反倒是整个 BO5 都在死磕资源团。说实话，很像之前的尖子。后面我才想起来，哦，教练是金珠啊，那你这样合理了。我只能说，微博掉落涅槃在赛前很难被想到，他们从选手到教练组无一不是大牌。但正如老干爹辅助英吹雪所言，我们的默契不可思议。他最后一把自信锤石直接干穿了微博的下路，而在2年前，他和利弗在 EDGY 时也是打遍次级联赛无敌手。而时隔2年，他也终于杀入登峰组了。最后一把在悬崖边上的老干爹可谓是倾其所有，拼尽全力啊，用自己的招牌绝活做最后的挣扎，反正就是干嘛。而微博呢，反而充斥着一股木气，就打得犹豫，操作拉垮，沟通稀稀拉拉的。说实话，5个人没有哪个人是干净的，这就是电子竞技啊，不会因为你过往的荣誉就会对你额外宽容。我想这个 BO5 展现的不是老干爹偷鸡偷盗的以下克上，而是用堂堂正正的实力拿到了这个登峰组的名额。也不用说什么线上赛不适应，你微博线上赛不才刚零封 BLG 2比3惜败京东吗？说白了，还是微博没有解决完队内的问题，结果被老干爹一波爱拼才会赢直接抬走了。接下来聊聊 NIP 和 EDG 的 BO5， 这个 BO5 反而没有微博和老干爹博弈的那么复杂，因为队伍的侧重完全一样，都是靠下路为核心节奏点，运营手段也只需要打好资源团就行。实际上 NIP 啃下的2把都是 EDG 选的阵容更偏分推和压制的那种赢法。ZDZ 的上单 VN 上单小炮怎么说呢？不能说他玩的真的很差，但问题就是 EDG 这种队伍打要靠分推赢游戏的局，他们就是会有失误，会自己犯病。再加上轰雅也曾经是名噪一时的道长选手，说实话打长手抗压这块还真没毛。我甚至觉得啊，因为看了这些长手，反而激发了他的状态。轰雅应该是这个 BO5 里 NIP 最尽力的一个。可是当双方都打自己擅长的那套运营，都是慢慢打资源团落位，靠资源团赢游戏时，那肯定是有利弗的 EDG 更好赢。利弗这个选手能送也能 C， 阿萨姆也是能送也能 C， 但两者送的谁更大我不好说，但论 C 确实还是利弗更能 C， 而且利弗在 carry 端的英雄池是更多的。最后决胜局其实看完阵容 NIP 就很难赢了，主要是 EDG 这个阵容是完全的4保1，根本不吃任何边线压力，而 NIP 又不得不去跟 EDG 碰资源团，单打资源团，猫咪加泽利左边根本摸不到，就完全在被白打。其实这个 BO5 和微博那个有点像，就我们说的版本3种赢法里最难执行和运营的是靠压制去赢嘛，其次是分带，而资源团其实是有公式的。而 NIP 和微博一样，当对手也有公式时，他们都没法跳脱出去做其他变量，他们的进攻性是不足的。相比下，虽然涅槃组的这些队，你真说玩其他赢法有多高熟练度也没有，但登峰下位的队伍却也没法在打资源团这个维度上靠运营去拉开两边的差距。此时比的是什么？就不再是团体了，而是个体的熟练度差异。那老牌队伍对年轻队伍之间的运营差距就已经被消解了。最后一把特别神奇，就是 EDG 两边外塔全破，但又怎么样呢？根本无所谓啊，我就是亏线抢资源团位置都行啊。然后老黑依旧游龙，利弗的泽利也是随便起脸。这个 BO5 真有点5比0的味道，因为 EDG 就是把线优，只是因为有些赢法他们不够熟练，所以会出现太多的失误。但总体水平来讲，就是比 NIP 要强的。EDG TT 还有老干爹都是涅槃组3-2的存在，而且比起只能和登峰组头部队伍的理解吃尾气不同，涅槃组这几个队是真敢选。像利弗第3把的电刀维鲁斯，第5把的泽利，出装都和 LPL、LCK 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涅槃组的意义，涅槃重生当然得有些不一样啊。而很骚的是，被誉为最涅槃的登峰组队伍 WE 居然成为了这次骑士之路登峰组的唯一幸存者。二哈笑嘻啦，被微博这样踢走后，居然还能有登峰比赛打哦，
夸张哦！1-13的登峰组垫底，打涅槃组里的小王 LNG， 这算是赛前比较被认为会势均力敌的比赛。第一赛段 LNG 就是输给 WE 被打落涅槃的，只可惜这场又是7杀1招。其实这个 BO5是符合大伙对骑士之路的刻板印象，那就是相互下饭，各种发狂。但造成这点的原因反而很有趣，原因是因为 WE 他输太多了，他没有像其他登峰队伍那样过于的自信自己一定会稳吃对手，所以他们的出击和搏命是很主动的，而你越敢去操作就越会失误。其实涅槃组的队伍在赢法上是比较单调的，老干爹你看着会打分推，也是因为 WBG 这个队伍他放任对手随意发挥，但 WE 他会主动上压力啊，所以 LNG 虽然能玩分带的阵容，但一有压力运营的就完全不行。像谢尔的纳尔就属于虽然我能选，但他很难完全的打出这个英雄在边线的价值，而 WE 很像涅槃的点也是如此，就是我真的只会这一种赢法，其他什么打压制什么边带分线，抱歉我真不会。但在 BO5 里你只想玩一种反而会格外的专注，从第一把开始就注定这个 BO5 不那么频繁了，就是 WE 都要推水晶了，结果 LNG 中路选手 TP 出去就很搞。喂，你去哪儿了吗？你还回来吃饭吗？你去哪儿了吗？要回家吗？还是咋地啊？而第二把双方也是棋逢对手，就卯足了劲狂怒。说实话，其实从游戏内容来讲，两队是很符合大伙对涅槃的刻板印象的。我觉得得开车来呀！啊，要打不是要来呀！啊！哎，我抢了！是这样吗？这样的啊！原来是这样，那没事了。而 LNG 也是一度2-1先拿到赛点。只是不要说只是了 ，WE 作为登峰组，他们的底牌更厚，而且在执行力上有 Monkey 这个绝对核心带领下，队伍的一致性非常强。就 WE 和其他登峰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真不把自己当登峰，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只想一件事，就是我先把怎么靠资源团的赢法给运营好。所以他们的 BP 做的目的性很强，我就是尽量让我打资源团更舒服，我不会考虑什么边带压制这种复杂的赢法，就是上路牺牲，保证打野为 Monkey 有作用，能作为核心轴承来带队。所以 WE 每一局都能拿到优势，虽然也会有大的失误，但能拿到优势这点就已经够了。而 LNG 其实1XN 啊才是真正的大哥，拿了队伍里最多的 MVP， 但打到 BO5 的后面他就很难拿到好的组合了。而 LNG 又开始说啊，我寄希望于中上，想让他们在边带分线上线画面去抽 Cube 的陀螺，但问题就是 Cube 在拿肉被抽这块身经百战啊。WE 想法很简单，你抽吧，我上路本来就是去救风抗压就完事儿了。所以 LNG 比起 WE 虽然能玩的赢法更多，但却没有 WE 精通一种的那种执行力，所以 BO5 越往后反倒是 WE 越有底气。第5把虽然 LNG 很相信1XN的给他拿了大河金克斯，前期也有优势，但问题是上野没法拿到太有质量的前排，再加上中路 WE 掏出了小火龙，游戏进程并不站在 LNG 这边。而在几次的团战选择上，我们会发现 LNG 还是不够成熟。说白了 ，WE 在一种赢法上尽量打磨到极致，而 LNG 则是虽然多点开花，但它不够锋利。在两边都敢打的情况下 ，WE 的失误是更低的一方，那就笑到最后了呀！真别说，最后的结局在管泽元和米勒的解说下，还真挺燃的。一支近战小兵，它是红色的，这个小兵，它的红色是 WE 的红色，这个近战小兵代表着屏幕前支持 WE 的你们，恭喜 WE！ 恭喜 WE！ 哇，就一只小兵，他守护住了 WE 的一切，守护住了登峰组的名额。说实话，微博其实差点和 IG 一样，就是直接会被3-0剃光头，只是微博的肌肉稍微还强壮点，稍微能抓点机会，有点小个人能力的发挥，而 IG 则是一点个人能力都没有。就整个看起来，大家发现涅槃队伍在靠资源团的赢法上，运营基本不会出什么纰漏，反倒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非常规英雄还能狠狠的偷鸡，比如 TT 第2把突然掏出来的塞纳，在被针对的情况下，不仅发育拉满，20分钟不到就已经80多层，还砍下最后全场最高的3万输出。而登峰队伍除了 WE 以外，其实心态都是更差的一方。尤其是落后以后，打 IG 的第1把其实发挥还挺松弛的，一开始上路呼吸甚至贡献了完美的黑龙单杀，但 TT 的中野协同度非常高，就比 IG 的中野表现得更像登峰组。前期一波抓人奠定中路优势，随后开始扫图各种带节奏，阵容上两边都是靠资源团决胜嘛，所以威这把狗子前期发源控资源没什么问题，但问题就是 TT 的中野真的很有自己的思路，相比 IG 的中路更多的是挂在线上等拖，这虽然也有组合问题，但更多的就是协同度上比不了 TT 的中野。游戏达到中期 ，TT 也没有像 IG 预想的那样一碰击溃，反倒是跟 IG 打起运营来。
而在22分钟 ，TT 中野正式压中了 IG 攻势资源团的思维，他们一波偷男爵，直接把游戏的平衡打破了。TT 的这个中单在2队时就一直暴打尼亚，现在的 LPL 还是一样发挥碾压，而且有一说一啊，发条的这个出装还真挺少见的，主流要么第二件推，要么就直接走影焰爆发了。这把 TT 没有特别硬前排的情况下，他出这种双超，感觉思想是有点问题的。第一把其实从游戏内容看 ，IG 的失误并不算多，只是 TT 发挥的更好，男爵那个点把握的很棒，两队并没有说硬实力上有绝对差距。但问题是第一把的实力蔓延到了 IG 后续的发挥里，第二把的 IG 拿到了他们相当擅长的阵容体系，但在游戏内容上，我感觉他们完全没有尊重 TT 的样子。IG 是可以靠压制直接对线干爆 TT 中下2条路的，中下也都有线嘛。然后团战上 IG 也很扎实，只要资源团和对线不出大问题，哪怕他们不压人都能接受。结果 IG 自己着急下路越塔，然后吃完龙不舍得让线补给，反倒是明知没眼的情况下硬摊的推了一波，下路给送起来了。然后中路在对位大领先的情况下，小龙刷新前30秒，蛇女她用大招想尝试单杀，从这里就看得出来尼亚的历练还是差太多了。他不用这个大招就老老实实推线，这个龙团 TT 根本没法接。但就因为他的大招差，导致了 IG 第2条龙节奏全丢，不但丢龙还死人了，就很难评。然后艾希从中路射箭大到了杰斯，你能相信蛇女这个英雄在有大有艾希控的情况下，居然没有打死人吗？其实很多阵容你历史时不是没有机会赢，但要打骑士之路的队伍，你真要说肌肉多大，操作比涅槃的高多少，我是没有看出来的。而 IG 不但劣势下没人站出来稳住局势，反倒是下饭操作逆天团战一波接一波，到了第3把又换回之前的中单了，然后给呼吸哥亮剑上单维鲁斯。这把前面 IG 还是有模有样，但就是这波反蹲打得很是稀烂。这里呼吸致敬 Gatvi 就算了，这闪现都朗姆大招都做不到吗？这波3v3真的属于怎么打我都觉得 IG 应该赢的，结果还真就打输了。威也是经典了，就是操作压力越大的时刻，操作失误就越多。但即便如此 ，IG 这个阵容还是有机会去打资源团，毕竟这把龙节奏也不快嘛。但呼吸就是他永远不在正面，我是真理解不了。玩维路斯也要走单吗？然后劣势下，我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太大还是什么，就感觉打得好僵硬啊，莫名其妙的一些失误。就正常来说，登峰打涅槃，登峰一方反而应该在生死关头更有底气才对。但整个骑士之路，我会觉得在心态上，涅槃组的表现都更为占优。可能因为线上赛稀释了一部分现场的紧张，反倒是登峰组下面的几个队太缺乏危机感了。除了一直被踩头的 WE 外，我估摸着他们自己都没想到涅槃来的几个队伍这么能打，这么敢打。NIP 微博还有 IG 都给人不敢主动出击创造变量的感觉，他们都想等对手失误，等对手自己送，但偏偏涅槃这帮选手就是卯足了劲。有一个很土味的话叫压抑到极致的瞬间爆发，但也确实很符合这次骑士之路的表现。正如老干爹赛后所言，那些日子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说话，涅槃2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身上，做什么都是错的，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这样的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或许就是骑士之路的意义吧。翻过了这座山，我们才能听到你们的故事。不是什么爆冷，不是什么靠对手失误，而是操作意识、技战术到心态上的全面涅槃。赛后很多选手都发文分享自己的故事，挺动人的，我觉得挺好。骑士之路这个过去被我们认为很激烈的环节，这次总算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故事。最后再让我们简单的聊聊 LCK 那边的情况。LCK 那边虽然常规赛还没有完全比完，但分组基本确定了。他们的赛制是按第2赛段的常规赛双循环成绩，将队伍在第3赛段分为2个组，而前5的成绩其实是非常稳定的。韩华 T1 减几 KT 再加上 DK， 基本是没压力的占据了上游圈。既符合预期又有点出乎意料的是，第1赛段去先锋赛的 BFX 直接掉到了下游圈，而有 Diablo 和 Scott 加持的 NS 成绩也没有多好，一起跌进了 LCK 的涅槃。只能说3胜1地的时代或许真的过去了。那大伙最关心的 LCK 谁是大王问题，目前答案还是很清晰的。HLE 的成绩依旧断档领先，虽然次轮上1比2不敌 KT， 吞下了第2赛段的第2败，但总体成绩还是来到了14-2。银河战舰起航后确实稳，虽然他们在 EWC 预选赛上出现过 Gumayusi 爆烂的情况，0-8也能赢比赛的 AD 你们见过没？但从常规赛的数据角度 ，Gumayusi 的场均死亡、分局输出这些硬指标都挺优秀的，只是 Gumayusi 不稳定的局内波动表现在逐渐的显现。他能一场女枪狂砍14-1的爆炸数据，随后下一场马上1-7开始研发。很多对手在韩华的上中野肌肉撞不破的情况下，会选择开始从下路开刀，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针对下路上。而这段时间鸡蛋和 Delight 的下路其实说多差也不至于，但整体是比较平庸的，尤其相比于上中野的亮眼，鸡蛋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鸡蛋。而红米也看出了这个势头，作为老牌知名教练，直接就借着积分开始练兵了。
换了一次2队的小将上来试水。这个小将很年轻，08年的 rank 分也很高，好像是韩服2700多分吧。但在赛场的表现来讲，没有看得出非常过人的地方。在输给农心一局后，也很快的被抬了下去。这个小插曲证明韩华虽然很强，但要说到独一档的大王那种统治力，我认为还是差一点。但新版本会更加利好韩华，小兵的机制调整后，会让更多的短手刺客登场，而 Z 卡已经有意识的往这方面去训练了。比如和 DK 在 EWC 的比赛上，面对 Showmaker 的卡牌，他直接掏出了小鱼人，最终砍下了豪华数据。要知道塞拉斯、永恩、阿卡丽这些短手都是 Z 卡的舒适区，所以 Z 卡短期内影响力应该会更大。在 LCK 本就爽杀了他，这个版本下个版本估计都不会太差。Z 卡这个选手的团战收割能力是真的没话说，本质狼人，就整体血越低越残局，他处理的越游刃有余。而卡纳比的团战搅混能力又很强，很多过于激进的处理会让对手想第一时间解决掉他，这就能够给 Z 卡创造很好的环境。再加上队伍里还有宙斯这个伤害大王，韩华这个队伍能打输出的输之手太多了，本身他们的打法就偏滚雪球，所以这个版本 Z 卡的收割环境是很容易创造的。这也是为什么 Z 卡比 Chovy 分均输出少了100的情况下，却场均击杀依旧能力压大超，他的收割能力确实太优秀了。而很多人认为会是短板的下路，我觉得因为拳头后续的修改方向里明确会下调软辅优先级，提升硬辅的生存环境，所以对线强度反而会因为下路版本改动而能提升一大截。毕竟硬辅王 Delight 舒适区他能等到。总之，韩华目前的成绩还是非常稳的，只要季后赛红米不犯病，那进 MSI 还是概率非常大的。不过考虑到最近状态在回暖的奸奇与 T1， 韩华的位置说稳也没有那么稳。奸奇和 T1 这周整体4平8稳，但对于石油佬来说有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 T1 一路杀进 EWC 啦。这场面对 DK 的门票战 ，Faker 再次展现了他关键先生的一面。第一把阿卡丽疯狂单杀 Showmaker， 第4把的安妮更是天大劣势下一锤定音带队翻盘。只能说 DK 是这样的，99支棱一下，但大部分时间确实是差一口气。怎么说呢 ？DK 这一老4小其实真的有尽力在蠕动，但奈何肌肉这块真的差点味道。运营它也差点味道 ，BP 偶尔也差点味道，结果就是全部差点味道。Showmaker 这个赛季在 CV Max 的 BP 下，已经变成电竞古董家了，就什么成年老英雄都往外掏。中单杰拉还有点说法，这中单大嘴，我只能说确实是出乎我意料。现在的 DK 可以说和 AL 是完全互补的，就 AL 的协同与纪律性，配上 DK 的英雄池加对线强度，这2个队要是合二为一啊，是能和赛区大王掰掰手腕的。可惜就只能纯属意淫。怎么说呢 ？Showmaker 在 LCK 的中路表现算一般，队伍的 carry 主要还是 AD 和上路来承担，这本身也没问题。但 DK 会面临微博的同款困境，就是大哥位是过于激进的选手，2小只年轻缺乏经验，很多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给机会，导致了 DK 能拿优势，但终结比赛的能力非常弱。而 Showmaker 往往是那个被针对的牺牲品。许秀其实不算菜，只是在目前 LCK 一众的肌肉选手里显得有点瘦小了，而 DK 也确实卡在了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情况里。奸计和 T1 我们上期周报有聊过，这2队目前锁定进 EWC， 但考虑到常规赛的前2非常重要，决定了有没有复活甲，所以奸计和 T1 的 BO3 是关键战。而 T1 让1J2的啃下奸计后，队伍的势头就已经起得很明显了。而更重要的是，队伍会在后续的积分大战中非常有优势。输比赛的奸计虽然积分上会陷入和 T1 的缠斗，但状态也在实打实的回暖，尤其是 Chovy 现在确实是把队伍扛在肩上的。如果队友能够觉醒，这个队伍的实力依旧不容低估。后面呢，他们也是2比0干脆利落的横扫掉了 KT， 保留了复活甲悬念。而27号与28号的2场焦点战将决定 LCK 未来走势。那最后谁能拿到复活甲，最终谁能去 MSI， 那就只能拭目以待了。那本期内容就聊这么多，我是袁某人，下期的 LPL 季后赛也要马上开打，更紧张、更刺激的比赛即将到来。那我们下期赛的周报不见不散，拜拜。